各位，苏德山老先生的遗嘱一共4页，我刚才只念了3页。苏小姐，请您回来坐下。以下内容主要跟您有关。父亲去世，律师宣布遗嘱，大哥分到1套房，三妹分到银行账户存款，而我照顾中风瘫痪的父亲3年，分到了苏婉5。第4页，苏德山先生亲笔书写。这么想，没有爸爸。我知道你们在等这份遗嘱，建国等房子，敏敏等存款。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但我什么都知道。建国，我中风后的3年，你来了4次。第1次是我住院，第2次是过年，你待了1天半，第3次是我70大寿，你带了个蛋糕，第4次是我的丧事，你每个月打2000块钱，3年7万2，你觉着就够了。每次你打电话来，你自己照顾好身体。挂了电话之后，我让小婉帮我翻你的朋友圈，你在三亚打高尔夫，你在东京吃米其林，你在深圳换了新车，那辆车多少钱？48万，48万够请一个全职护工6年。可是你并没有。爸，对不起。敏敏，你来了5次，每次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跟我自拍。你发的视频我都看了，小婉读给我听的。最爱的爸爸，一直陪伴，好想你。你连我吃什么药都不知道，你最长一次待了4个小时，你每次走的时候连再见都不说。小婉为了照顾我，辞了工作，她的月薪8500，3年少赚30万6千，你给了2000块。接下来是第4页的第2部分。接下来是第4页的第2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够了！你在这念这些有什么用？遗嘱前面写的清清楚楚，房子归建国，存款归苏敏，签都签了。你现在念这些，你跟律师串通好的？苏婉，你照顾爸3年，我们谁都知道，但那是你自愿的，没人逼你。你不上班，吃爸的，喝爸的，住着这套房子3年，现在爸走了，你还想怎样？翠花说的也有道理，这个遗嘱确实是老苏的意思嘛。算了吧，小婉，别闹了，遗嘱就是遗嘱。你以为你照顾了爸3年就应该分遗产？那是你的本分。谁让你是女儿？谁让你没结婚没孩子？你不照顾谁照顾？建国在外面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你以为容易吗？他给爸的7万2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争？苏婉，你在笑什么？我在笑你，笑你太急了。陈律师，请你继续。好，第2部分。关于城关区解放路第18号、第22号2间商铺于2022年6月已通过合法手续过户至小女苏婉名下，过户手续由本人亲自办理，合法有效。以上商铺不属于遗产范围，不在本遗嘱分配之列。父亲在中风后的第3个月，让我推他去了公证处。那天他说话还很含糊。苏先生，您确认您是清醒的状态下要将这2处房产过户给苏婉？解放路是城关区最好的商业街，2间商铺，1间72平米，1间56平米，2间加起来市价520万。这不可能！我爸中风以后怎么可能去办过户？他连话都说不清。这是公证书，2022年6月17日，市公证处出具，苏德山先生本人到场，经公证员确认神志清醒，自愿签署。520万，2间商铺值520万，你是不是趁把糊涂骗他签的？王女士，请你放心，公证处有全程录像。
算了，即便商铺给了他，至少这套房子还是我的。房子归我，遗嘱上写了，签了字的，这总不能反悔吧？房子确实归您，连同房子上尚未还清的280万贷款，都归您。你说什么？什么贷款？苏德山先生于2020年以该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280万元，用于购买解放路2间商铺。遗嘱第1条写明，房产归长子苏建国所有。遗嘱签字页写明，继承人确认接受遗嘱全部条款。您已经签字。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继承人接受继承的，应当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也就是说，房子是您的，贷款也是您的。280万，这我不接受，我可以放弃继承。苏先生，您已经签了字，遗嘱已经生效，生效了就是生效了。苏婉，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大哥，你不是说爸的安排肯定有爸的道理吗？不行，这不算，他签的时候不知道有贷款。签字页第2行，本人确认已知悉遗嘱全部内容及附带的权利遗物。您丈夫签的，还没完。这封信，苏德山先生要求在遗嘱宣读完毕后当众打开，但收件人是苏婉小姐，我需要您的同意。念吧。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已经不在了。爸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儿就是生了你，做的最错的事儿就是让你一个人扛了3年。爸不是不知道你受了多少苦，每天早上你帮我翻身，你以为我睡着了，我没有，我都醒着。你的手上有冻疮，你的腰不好，你总是很累，但你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商铺过户的事儿，爸让你保密，你就真的一个字没说。3年，连你大哥打电话来问爸有什么财产的时候，你都没说。爸知道建国的心思，他第1通电话问病情，第2通就问医药费谁分担。他来看我，每次不超过2小时。爸也知道敏敏的心思，他来看我是给朋友圈看的。他抱着我自拍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儿，500块1瓶的香水，他每月只给你2000块，但爸最知道的是建国5年前做的事。大哥，你做什么了？苏德山先生在信中提到的5年前的事。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苏建国先生分7次从苏德山先生的银行账户转出共计47万元整，备注栏写的是借，但苏德山先生表示这笔钱从未归还。建国说是借去投资，投了什么我不知道，但钱再也没回来过。47万是我攒了一辈子的钱，我没有当面问他，因为他是我儿子，但我记着，我什么都记着。建国，你问老苏借了47万？我说怎么老苏后来总说存款不够花？我当时是没办法了才问爸借的。小妹的脸色很不好看。47万被大哥借走，280万拿去买商铺，过户给了我，分到的42万只是父亲手里的零头。小婉，那个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要商量什么？房子的贷款那280万，我一下子拿不出来。你那2间商铺能不能匀1间给我？算我买的。对，咱们一家人好商量嘛。一家人，大哥是你说我照顾爸是因为反正工资也不高，你老婆说我照顾爸是因为没嫁出去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分到房子和存款，让我3天之内搬走。现在你发现房子有280万贷款，你来跟我商量。你找谁商量都行，别找我，晚了。苏婉，你我什么？我照顾爸1095天，你来了4次，我辞了工作，你买了48万的车，我换了1000多次尿垫，你一次没换过，你从爸账户转走47万，我连1分钱都没拿。现在你跟我说一家人好商量，你拿什么脸跟我说这句话？苏婉，你别得理不饶人，建国好歹是你大哥，好歹是我大哥，
爸贪了3年，他来了4次，好歹是我大哥，他把爸的养老钱偷走了47万。好歹是我大哥，你觉得这几个字够他还280万吗？二姐，你看我没借爸的钱，分的也不多，你那2间商铺，其中1间能不能？敏敏，从爸生病到现在，你一共给了我2000块，我3年没上班，少赚30万，你给了我2000块，现在你想让我匀1间商铺给你260万，你觉得我欠你的？我站在客厅中间，环顾四周，大哥瘫在沙发上，大嫂坐在旁边，脸色灰白，小妹缩在角落，低着头，亲戚们一个个低头喝茶，不敢看我。10分钟前，他们还在笑话我，现在没有人笑了。陈律师，还有别的吗？遗嘱全部宣读完毕。280万，280万！建国，你怎么不看清楚就签字啊？现在好了，你背着280万的债，咱们一家老小永和西北风吗？我和儿子以后该怎么办啊？敏敏，大哥平时最疼你，对不对？现在大哥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你手里不是刚分了爸的42万吗？你先拿出来，帮大哥把工厂的资金链盘活。只要工厂赚起来，这债大哥自己慢慢还。大哥，我才上大学啊，我一个女孩子还没毕业，这笔钱是爸留给我傍身的。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以后学费怎么办？你忍心看着你亲妹妹连书都读不下去吗？敏敏，话不能这么说，长兄如父啊！你大哥现在是走投无路了，咱们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帮了你大哥，以后你出嫁，你大哥能不给你撑腰吗？嫂子，你别拿亲情压我。前年大哥说工厂周转不开，从爸手里拿走了47万，到现在提过还钱的事儿吗？大哥，你是长子，你应该保护我这个妹妹，而不是盯着我手里这点活命钱啊！你这样太让我失望了。敏敏，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我拿爸的钱，那是在为咱们老苏家创业打拼。现在家里有难，你作为苏家的一份子，难道不该出一份力吗？学费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可以去申请助学贷款。你二姐当初不也是靠助学贷款读完的大学吗？年轻人多吃点苦对你有好处，能锻炼你独立自主的能力。你把钱借给大哥，大哥这是在教你成长。原来大哥一直知道我上大学是在吃苦。大哥，你可真会偷换概念。凭什么二姐吃过的苦，我就必须再吃一遍？再说了，你当初上大学的时候，爸可是砸锅卖铁的资助你。敏敏，你大哥是苏家的长子，还是咱们村第1个大学生，老苏供他上大学是应该的。所以呢，如果我没记错，大哥你结婚的时候，爸也出了不少钱吧？爸知道我从小体弱，才把存款留给我的。你现在让我去贷款，我告诉你，这钱是爸留给我的，谁也别想动。你那工厂就是个无底洞，我把钱给你，那就是毁了我自己的一辈子。大哥，你不能这么自私。我自私？我背着280万的债，我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读了那么多书，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连最基本的感恩都不懂。我今天真是看透你了。你别给我扣帽子，你就是想拿我的钱去填你的窟窿，你根本没把我当妹妹。各位，请先安静。遗产的分配条款已经宣导完毕，但是苏德山老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遗愿。我就说事情肯定还有转机，爸怎么可能真把自己的亲儿子往绝路上逼，丢下一堆烂账不管？建国，你可是咱们苏家唯一的男丁，是摔盆打簪传宗接代的，爸心里明镜似的，肯定给你留了后手。陈律师，您快说，爸到底还有什么遗愿？只要是我这个当儿子能办到的，哪怕是砸锅卖铁、赴汤蹈火，我也得替老爷子办圆满了。爸生前最疼我了，他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交代。苏德山老先生的最后遗愿是，他希望3个儿女能亲自将他的骨灰送回明河村老家安置入土，以及带走他最后的遗产。快说，是什么？老家地窖里的3坛泡菜。就这个，送回村里。拿泡菜坛子，没提钱的事儿，没提怎么帮我还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是的，只有3坛泡菜。陈律师，老家地窖里
3坛泡菜。如果建国和敏敏在看到信之后能幡然悔悟，那就是我给他们留的退路。可要是他们连送我最后一程都不愿意，就全都归小婉。苏老先生，您的意思是，谁能尽到子女最后的本分，将您送回老家入土一安，谁就会得到那3坛泡菜？对，但是这件事儿不能提前让他们知道，这是考验，不是买卖。您放心，作为您的委托律师，我一定严格保密。各位，苏老先生的遗愿我已经传达清楚了。那么你们3人，谁愿意去完成老先生这最后的遗愿，送他回村入土，并带走那3坛泡菜？我们苏家传统就是这样，落叶归根，老苏念叨一辈子了。我算是看明白了，天下父母心，那也得分对谁。偏心偏到这种地步，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把500多万干干净净的商铺留给那个3年没上过1天班的二女儿，转头把一套破房子连带着280万的烂账死死扣在自己亲儿子头上，这叫什么？这叫把我们往死里逼呀！哎呀，行了，翠花，陈律师还在呢，少说2句。我凭什么少说2句？我说的不是实话吗？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咱们去看他，哪次不是大包小包的往回拿保健品？现在人走了，留个烂摊子给咱们，还指望咱们放下手里一堆焦头烂额的事儿，回村里去给他大操大办，送他入土？可以了，那毕竟是我爸，你收着点儿。收什么收？我说错了，你要面子，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要去就你自己去，反正我绝对不去。我这几天还得满大街跑着找中介，看看怎么把这破房子卖了填你的窟窿呢。我哪有那闲工夫去管什么泡菜坛子？建国，按照我们苏家的传统，你作为长子，理应操办这些的。大姑，你说的没错，我是长子，这事儿必须得我牵头。可你也看到了，陈律师刚才念了，我现在背着280万的债，厂里几百号人等着发工资，债主天天催命。我这几天要是回了村里操办这些，厂子资金链一断，我就只能去跳楼了。爸在天之灵，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他唯一的儿子家破人亡吧？是啊，大姑，不是我们不想帮，而是无能为力啊。我也想去送爸最后一步，可是我下周就要期末考试了，导师还安排了重要课题。爸生前最看重我的学业，天天夸我是咱们家的文曲星，他肯定不忍心看我为了这些繁文废节耽误前程的。二姐，你既然拿了爸的商铺，得了这么大的好处，总得多出点力，对吧？我们不是不想去，实在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啊。一家人，你就多担待点，替我和大哥把这份孝心尽了吧。对，反正小婉你现在也没有工作，一身轻，时间最宽裕。你既然都已经照顾爸3年了，俗话说送佛送到西，尽孝就该尽到底嘛。这事儿交给你，爸最放心。好，既然大哥跟小妹都不愿意，那就我去，我送爸入统为安。苏小姐，这是地窖的钥匙。我爸这辈子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腌泡菜。小时候家里穷，大哥要念书，好吃的都紧着他。我嘴馋，爸就去菜地里捡人家不要的萝卜缨子、大白菜帮子，洗得干干净净，亲手给我腌泡菜吃。他说外面的咸菜不干净，吃了肚子疼。只要是他腌的，我配着白粥都能吃2大碗。后来大哥和小妹都进城了，嫌这东西土气，有股酸味儿，从来不碰。只有我，每次回来看他，他都要给我装上满满一大罐。陈律师，您退后一点，别弄脏了衣服。我把这些坛子挨个清理一下，看怎么运回城里。这也算是爸留给我的遗物了。
这是什么？金条。爸哪来这么多金条？还放在咸菜坛子里。现在，我可以向您学读苏德山老先生遗愿的完整版了。完整版，什么意思？您在客厅里念的不是全部。苏老先生立下遗嘱的那天，特意交代我，关于这3坛金条的秘密，绝对不能写在纸面上，也绝对不能提前告诉别人。老先生说，如果苏建国和苏敏在看到那份背着巨额债务的遗嘱后，能够幡然悔悟，念及哪怕一丝一毫的骨肉亲情，愿意主动放下城里的算计，亲自来村里送他入土为安，那么这3坛金条就作为老先生留给他们还债和以后生活的退路。换句话说，苏老先生的规矩是，谁来送葬，谁愿意完成他这看似毫无价值的最后遗愿，谁就能拥有这些金条。这是一场父亲对儿女良知的最后考验。很遗憾，苏建国先生和苏敏女士没有通过这场考验，所以苏婉小姐按照老先生的口头附带遗嘱，并经由我公证的程序，现在这里的所有金条全部归您个人所有。我知道了，爸，你放心，我会好好生活，不让你失望。小婉，你怎么退群了？我知道你生气，但大家都是一家人，退群实在没必要，闹得大家都不好看。真是不像样。我搬进了解放路的商铺楼上，那里有个小阁楼，以前放杂物的，我收拾出来，不大，但是我的。2间商铺都租出去了，一间月租18000，一间月租13000，加起来31000，比我之前的工资高3倍多。我的腰还是不太好，去医院看，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2节都突出了，你这个年龄不常见啊。搬了3年的人。什么？没什么。我开始重新找工作，原来那家公司的经理得知我在找工作，主动邀请我回来。恭喜你，欢迎回到我们公司。谢谢经理，我一定不会辜负这份信任。这段时间厂里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前前后后投进去的几十万全都亏了个精光，加上爸留下的280万房贷，再这样耗下去，咱们只能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卖了。卖房子？苏建国，你疯了吧？不行，绝对不行！咱们家现在就剩下这一套房了，这可是留给咱儿子以后结婚娶媳妇儿用的。你要是把房子卖了，我们以后住哪里？住哪里？租房不能住吗？现在债主天天打电话催，要是这笔贷款再还不上1期，老子以后连高铁飞机都坐不了，成了失信人。你以为面子上好看？我不管，反正房子不能卖。你没钱还，不会去找大姑、二叔、三叔他们借呀？他们手里多多少少都有点积蓄，一家凑个几万、几十万不就借出来了？现在谁家日子好过？谁肯把钱借给咱们这个无底洞？之前又不是没问过，你看他那个态度，像是能借给我们钱的人吗？说到底，你们也是亲兄妹，骨肉相连。我们之前对你爸那么不管不顾，人家心里有气很正常。但现在都过去了，没准他气消了呢。我们去说说好话，打打亲情牌，死马当活马医呀！赶紧联系他。小婉啊，我是大哥，咱们兄妹几个也一直没机会好好聚聚。你看今天晚上有空吗？叫上敏敏，咱们一起吃个饭，大哥做东。苏婉她居然把我拉黑了。我给大姑打电话。喂，大姑，我是翠花，
我和建国想着咱们一家人好久没聚了，想把小婉也叫上，兄妹几个叙叙旧。可小婉对咱们这态度您也知道，您看您能不能帮着约一下小婉？好啊，一家人聚聚是好事儿，我回头问问他。哎，谢谢您大姑，那就麻烦您了。喂，大姑。小婉啊，最近工作忙不忙啊？咱们好久没联系了。还好，大姑，您身体怎么样？我倒挺好的，就是小婉啊，你可能不知道，你大哥那厂子现在效益太差了，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快凑不齐了，急得整宿睡不着。还有敏敏快毕业了，到处找实习都没找到。大姑，他们俩现在是什么处境？我不是很关心。大姑知道，大姑不说了，那不说他们了。小婉，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大姑家吃顿饭吧？大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这周六晚上吧，我有空去您那儿。哎，好，那大姑周六在家里等你，你可一定要来啊。大姑，我来了，给您带了点防风寒的补品。哎呀，小婉，你看看你来都来了，你哥你妹他们也是好久没见你了，心里都惦记呢。正好今天大家聚聚，热闹热闹，快进来坐。大姑，我和他们没什么好聚的，要是知道他们在这儿，我今天根本不会来。哎呀，小婉，这有段日子没见了，你这脾气怎么还跟以前一样？气也该消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啊？就是啊，二姐，爸要是还在，看到我们几个今天能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顿饭，他在九泉之下肯定也会高兴的。对对对，听你妹的，菜都热好了，咱们去餐厅坐，边吃边聊。来，小婉，尝尝这个红烧肉，大姑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看你瘦的。小婉，咱们兄妹俩很久没见了，今天借着大姑这地方来，哥敬你一杯，喝一个。我不喝酒。行，不喝就不喝。不过小婉，哥得问问你，你怎么还把我给拉黑了？前2天我想联系你，微信发不过去，电话也打不通，你这是干什么？爸刚走，大嫂就把我从家庭群里移出去了。既然连微信群都没我的位置，我留着你们的联系方式还有什么意义？翠花，怎么回事？哎呀，小婉，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大嫂当时那真的是手滑，不小心点错了。后来家里事情多，我这一忙起来就给忘记拉你回来了，真不是存心的。这个好喝，多喝点，大嫂给你赔个不是，咱别计较了啊。好一个手滑，好一个忘心大。哎，小婉啊，最近身体怎么样了啊？我听邻居说你为了照顾爸，身体弄得也不太好，看过医生了吗？看过了，没事儿。那就好。你现在有了爸的2间店铺，这日子可是好起来了，不像你哥，整天在外面跑，操碎了心。小婉啊，你不知道，你哥那公司现在效益差得要命，投进去的钱亏了大半，连外债都快还不上了。还有你侄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我们做父母的总想给孩子最好的，不是就想让他进城关区最好的那所第1中学。可人家说了，像我们这种户口不够的，择校费就要整整8万块钱，这笔钱我们现在是实在拿不出来了呀。就你们儿子那个常年倒数的成绩，也能上最好的中学吗？哎呀，就是因为他成绩够不上，我们做家长的才想着花钱给他买个前途嘛。大嫂，看你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有模有样的，这8万块钱对你来说肯定不算什么，你能不能帮大嫂一把？这忙我帮不了。小婉，天底下可没有亲妹妹看着亲哥处于困境，自己兜里揣着大钱却不伸出援手的道理。你也别说大嫂心狠，这样吧，你现在转30万给我们，只要30万，我们就借这一笔。大嫂，刚才不是还说8万择校费吗？怎么一眨眼就变成30万了？你这账算的利滚利都没你快啊！哎呀，小婉，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8万是你给侄子的择校费，剩下的22万，你哥的公司现在不得周转啊？这都是为了家里的正事。小婉，你大嫂说话是急了点儿，但道理是没错的。这20几万，哥也不白要你的，就算你投资在哥的公司里，等以后公司效益好了，赚了钱，哥少不了给你分红。大家都是一家人，你怎么算也不亏的，对吧？那我还真是谢谢大哥了，发财的好事这时候还能想着我。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说了，我1分钱也没有。大姑，我吃饱了，等下还有事儿，我先走了。站住！你这是什么态度？
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顿饭，说你2句你就要走，你这倔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现在是有钱了，拿了爸的大部分遗产，翅膀硬了，是不是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你摸着良心想想，当年你中考填志愿是谁跑前跑后找关系帮你打听哪所学校好的？你高中毕业那个暑假说要自己挣学费，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朋友介绍你去他店里打工，你能顺利上大学？我刚参加工作挣的第1笔工资，我自己连一口热乎饭都舍不得吃，特意去商场给你带回来一双运动鞋，那双鞋你穿了整整2年，底子磨穿了都舍不得扔。我这个做大哥的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现在你哥遇到难关了，我嫌丢人，我开不了口去找外人借钱，我找我自己的亲妹妹，我有什么错？就是啊，婉婉，你哥也是没办法了，你就别倔了。够了，小婉，你态度好一点。大姑今天在这儿不是偏心帮谁说话，但你现在条件确实好了，有了那2间商铺，拉一把自己的哥哥妹妹，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们是亲兄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就算看在小时候建国对你那么爱护的份上，你也应该拉他一把。爱护？大姑，你根本不清楚他当年所谓的爱护到底是什么。中考填志愿的时候，我的成绩明明可以上重点高中，你却跑前跑后帮我打听，最后逼着我报了一所免学费的高招，这叫帮我打听学校？你只是想让我早点毕业去打工挣钱。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你确实介绍我去你朋友的店里打工，我每天起早贪黑干了2个月，好不容易挣够了大学第1学期的学费。结果呢，学费还没在我手里捂热，就全被你拿走了。你拿去跟你的狐朋狗友喝酒唱歌，最后逼得我只能去学校性出钱贷款。我那是急用，后来不是也……还有那双运动鞋，你当年送给我的那双鞋，后跟都磨偏了，鞋垫上还有别人的名字，那明明是别人穿过不要的2手货。你真以为我是傻子？我穿了2年我都看不出来吗？你给苏敏买的就是崭新的小裙子，给我的就是别人穿剩下的破烂，这也叫对我好，这也配叫爱护？苏婉，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非要在大家面前打我的脸是不是？我当年就算做的不对，那也是好心带回来的东西。你现在发达了，反倒不领情，在这儿咬我一口。我如今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如果当初爸生病的时候，你们上一点心，付出一点行动，爸会1分钱都不给你们。我现在得到的，都是我自己拼了命挣来的。这3年来，我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找工作，腰疼的整宿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们管过我的死活吗？你们连一条问候的短信都没有。现在看我有钱了，又跑来跟我说这些，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二姐，你至于吗？好好的吃一顿饭，怎么就能吵成这样？你真的变了，以前的二姐根本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对我多好啊！我小时候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是你一个人冲到学校帮我出头，把那个欺负我的男生堵在校门口警告。现在我过得这么难，连下个月房租都交不起，你有钱了，却忍心看着我不管。跟我提以前，爸生病瘫痪在那张床上的3年，我连工作都丢了，兜里连买一包灌庙的钱都没有。我过得最难的时候，你们谁管过我了？哎呀，小婉，算了算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就别翻那些陈年旧账了。一家人哪有记仇的啊？大姑，我这不是记仇，我是记清楚了。小婉，你哥最近确实是遇到难关了，他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豁出这张老脸去求人？你就帮帮他吧，哪怕就当是为了你爸。你爸要是还在，九泉之下肯定也不想看到你们亲兄妹几个闹成今天这样啊。大姑，爸如果还在，他们今天根本不会来找我，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依然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榨干、随意欺负的苏婉。苏婉，既然你非要这么绝情，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兄妹情分了，今天就明算账。你上大学那年，大1刚开学，我给了你2000块钱当生活费，我当时就说了，这笔钱是借给你的，搁在现在，这笔钱连本带利，怎么也该有2万块钱了。这笔钱，我总没算错吧？建国，你这……大姑知道你最近手头紧，但你连这种陈年烂谷子的钱都拿出来计较，真没必要。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大姑，瞧您这话说的，怎么就没必要了？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他现在占了大便宜，经济自由，结果对亲哥亲妹一毛不拔，我们凭什么还要白白贴钱给他？对，今天就一笔笔算清楚。你上大学那会儿，我开车接送过你3回吧？这来回的油费、过路费算你200不过分吧？还有那双运动鞋，虽说是旧了点，但那可是名牌，就算拿去二手市场卖，起码也能卖个120。还有你高3那年感冒，我给你买的感冒药，这些加在一起，一共是8640块。小婉，这些年搁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那都是血汗钱，这笔钱你今天必须得还。既然大哥非要这么算，那行，今晚我们就把这笔账彻彻底底的算个明白。3年前，爸中风住院，一共住了8天，抢救费、医药费加在一起，一共是64000块。当时我们说好了，3兄妹平摊，每人21300块。你到现在分摊了多少？你掏过一个子儿吗？爸出院后瘫痪在床整整3年，这3年里是我寸步不离的守着他，端屎端尿、翻身擦背。这笔无偿护理费，我们按最便宜的市面行情来算，一个普通护工1个月6000块，3年一共是36个月，6000乘以36，共计216000元。这笔账你又该怎么跟我算？你想让我拿30万出来帮你们周转？可以啊，先把欠我的这237300块还清了，我们再来谈借钱的事儿。照顾爸那是你当女儿的孝心，是你当初自己心甘情愿付出的，又没人拿着刀逼你。再说了，以前建国有钱的时候，你怎么不提这笔账？现在看我们家遇到困难了，你诚心拿这个来堵我们的嘴，是不是？20几万，我们现在上哪儿给你拿去？我没提过。这3年里，爸每一次住院，每一次买药，我给你们打了多少个电话，发了多少条微信，你们哪一次不是装聋作哑？不是借口信号不好，就是直接挂断。我不是你们的提款机，更不是你们的冤大头。我还有事，先走了。怎么了？是不是债主又催了？建国，这周再不还钱，银行真的要起诉我们了。到时候要是成了老赖，咱们儿子以后怎么考公，怎么上学啊？你以为我不想还吗？公司账上连发工资的钱都没了。如果苏婉那个丫头真的连1分钱都不肯出，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卖房还债。不行，我不同意，那房子是留给儿子的，你要是敢卖，我今天就跟你拼了！真是太不公平了！大家同样都是他的亲生骨肉，都是一家人，他怎么能偏心苏婉偏到这种地步？我累死累活，天天在爸面前撒娇讨好，到头来就分到40多万的存款。他苏婉凭什么？他凭什么能拿走2间商铺？就是，那可是解放路的商铺，2间加起来起码值500多万。我作为家里的长子，以后要撑起整个苏家，最后累死累活才分到这套价值300多万的破老房子，还带着280几万的贷款。便宜都让他一个人占尽了，我们在外面背债，他躲在里面当富婆，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建国，他那个商铺是在解放路吧？那就去闹，他也就在我们自家人面前这么横，我就不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丢得起这个人。反正我们马上就要一无所有了，索性大家都不要活了，闹一闹，没准还能把钱拿回来。建国，快看，是不是那儿？解放路18号和22号。凭什么？这么好的地段，2间铺子，二姐1个月光是躺着收租就能拿好几万，爸怎么能偏心成这样？呸！老头子糊涂，把我们当傻子耍呢。建国，这铺子可值500多万啊！咱们厂子要是有这笔钱，不仅债能还清，还能换套大别墅。我要是有2间店铺，毕业还上什么班，找什么实习工作，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爸的遗产凭什么让他一个人独吞？我是长子，你是小妹，这铺子本来就该有我们的一份。走，进去收账。大哥，就这么进去闹事不好吧？万一别人报警了，我们可得不偿失。哎呦，敏敏，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再不去据理力争，大家都得睡大街。敏敏，我们是去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报什么警？他苏婉再大，大得过天理伦常。走。谁是这儿的老板？别在后头躲着了，赶紧出来！几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的？
如果是看衣服，我可以给您介绍，但咱们这儿正在营业，麻烦您声音稍微小一点。几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如果是看衣服，我可以给您介绍，但咱们这儿正在营业，麻烦您声音稍微……营业？今天不用营业了，我们不是来买衣服的，找你们管事儿的。去，把你们老板叫出来，就说这商铺的真正主事人来了。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免贵姓张。几位，咱们素不相识，跑到我店里大呼小叫的，有什么指教？你就是老板啊？我问你，你租这间铺子1个月月租到底交多少钱？交了几年了？这位大姐，你问得着吗？我们店铺的租金是商业机密，没有告知您的义务。几位，如果是来照顾生意的，我欢迎；如果是故意来闹事儿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老张老板对吧？你先别急着赶人，我呢是苏婉的亲大哥，长兄如父，这间铺子是我亲生父亲留下的遗产，按我们老苏家的规矩，这就是一家人的共同财产。苏婉的大哥？没错，苏婉一个小丫头片子，背着我们全家偷偷把这商铺租给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在亲情上叫目无尊长，在法律上没有我们这些家属的知情同意，那也可算是非法侵占了。你们说什么胡话呢？我的租金合同是白纸黑字跟苏婉苏女士签的，当时我可是亲眼看过房产证，那上面明明白白印着苏婉的名字，我每个月的租金也是按时打到她个人的账户上。你们跑这儿来充什么大尾巴牢？再这么无理取闹，影响我做生意，我可就要报警了。我管你跟谁签的合同，房产证写他的名字，那也是我们老苏家的地盘，一家人的钱怎么能让他一个人独吞？我告诉你，从今天起，这房租1分钱都不能给苏婉了，得交到我们长房手里，由我们统一分配，这样叫长幼有序。简直是无赖，强盗逻辑！我不管你们老苏家内部有什么家长里短、恩怨情仇，现在这间店铺的承租权是我的。你们要是再不滚出去，我立刻给苏总打电话，让他来收拾你们。打啊！老板，你现在就打，你最好马上把他叫过来，我倒要当面问问我这个好二姐。大哥现在被债务逼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他一个人霸占着老父亲500多万的商铺，躲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收着高额租金。他晚上睡觉到底安不安心？让他过来，看他怎么有脸面对我们这些骨肉血亲。喂，张老板，今天怎么有空打给我？是商铺那边有什么事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这钱你不给也得给，这是我们老苏家的产业。苏小姐，您快过来一趟吧。您那大哥大嫂还有您妹妹突然冲到我店里来了，非说这商铺是你们家老爷子留下的遗产，说您是背着家里人私吞的，现在非要强行收回去，还把我的客人都给赶走了，现在在店里赖着不走，正闹着呢。这群人真是阴魂不散，不管过多久，只要闻到钱的味儿，就能像水蛭一样贴上来。张老板，你先别慌，千万别跟他们起肢体冲突，他们就是想把事情闹大。你现在首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和店员的安全，店里的东西砸了算我的，我马上带律师过去处理。陈律师，麻烦带上我爸所有的过户公证书和视频证据。对，就是解放路那2间商铺的完整法律文件。有人在店里闹事，我们现在过去。我看你们今天这店里客流量不错啊。既然这铺子本来就是我们老苏家的，苏婉那个丫头不懂事儿，一直没把钱交给我们，那你们今天的营业款就直接交给我这个大嫂吧，就当是替她补交租金了。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房租早就按合同按月打给苏总了，这收银台里的钱是我们老板的辛苦钱，怎么可能随便交给您？您赶紧让开，别影响我们做生意。怎么叫随便交给我？我是苏婉的亲大嫂，长嫂如母，你懂不懂？妹妹的钱就是哥哥的钱，一家人分什么彼此？这商铺本来就是咱们老苏家的产业，我作为苏家的长媳过来代收账，那叫天经地义。你一个打工的，赶紧把今天的营业额结算一下给我，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我们签的租赁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是苏婉苏总的名字，法律上只认房产证和合同。您说您是亲大嫂，那您找苏总要去啊，跑我们这儿耍什么威风？你这丫头叶子怎么说话呢？苏婉她霸占我们苏家的东西，把家产拿给外人赚，我们当长辈的还不能替她管管了？我告诉你，今天这钱就是我们苏家的。这位女士，请你说话放尊重点。我不管你们苏家内部有什么经济纠纷，那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们按时交租。
合法经营。这收银台里的钱1分都不可能给你。你要是再在这儿强词夺理，干扰我们正常做生意，我可就直接报警了。老张啊，你也别这么小气。我妹妹苏婉年轻，不懂得怎么管理资产，我是她亲大哥。她一个人霸占着老父亲500多万的商铺，却看着她亲哥在外面背着200多万的债受苦，这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吧？我今天来就是替我们苏家拿回属于大家的共同财产。你把租金交给我，跟交给他是一样的。回头我自然会去教育他。大家都来看啊，我可全都拍下来了。你们看看这个无良商家，霸占我们老苏家的遗产，现在还动手打我大嫂。我爸生前最疼我了，这商铺本来就该有我的一份，那是我未来的嫁妆和学费。二姐真是太自私了，为了独吞财产，宁愿便宜外人也不管亲兄妹的死活。老张，你再推我大嫂一下试试，我马上发到网上去曝光你。都给我住手！苏总，您可算来了，您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这正开门做生意呢，这几位冲进来就说是房东，非要赶我走，把我的货都给翻乱了，您得给我评评理呀！张叔，让您受惊了，没事儿，一点家里的私事，您先去后面休息室喝杯水，这里交给我处理，店里的损失算我的。哟，小婉现在好大的排场啊！你今天当着外人的面给我句实话，这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商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瞒着家里人到底捞了多少好处？二姐，你也太不仗义、太自私了吧！爸生前偷偷把这几百万的商铺过户给你，你居然捂得严严实实，一个字都不跟家里提。亏得以前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大哥都先紧着你，怪不得当时分遗产的时候你装得那么清高，一句话都不争呢。原来是在这儿憋着大招啊！你拿了这么大头，看着我们在外面租房子受苦，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小婉，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一个人在这儿吃独食，每个月舒舒服服的收着大几万的租金，眼睁睁看着我和你嫂子为了厂里的事儿焦头烂额，看着敏敏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你哪怕漏点指缝里的钱帮衬一下家里，大哥也不至于这么寒心。你这么自私自利，对得起爸临终前让你照顾家里的嘱托吗？小婉啊，不是大嫂说话难听，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早晚是要嫁人的，拿着这么贵重的商铺，你守得住吗？你懂怎么跟这些三教九流的租户打交道吗？别到时候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这种抛头露面的重资产就该交给你大哥这样的男人来打理。今天既然把话挑明了，那咱们就按规矩来。这商铺说到底还是苏家的财产，必须交出来重新分配。建国是长子，理应拿大头。你要是还认我们这些家人，今天就把过户手续办了，不然大嫂可不敢保证你这店以后还能不能安生做生意。你一个人闷声发大财，坐拥这么大2间商铺，一个月光是收租金就抵得上别人累死累活干好几年的工资。大家都是一个妈生的，凭什么我出去找实习累死累活，你在这儿舒舒服服躺着赚钱，我在外面受苦？你就算不把商铺分我1间，好歹也该拿钱出来帮帮我吧。你宁可把钱给外人赚，看着亲妹妹在这儿受罪。我的东西是我应得的，我想怎么处置是我的自由。至于你找不到实习工作，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别把自己的无能和懒惰怪到别人不给你发钱上。苏婉，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你还有没有点做姐姐的样子？爸现在不在了，长兄如父，我这个做大哥的就是这个家的天，就是你的长辈。咱们苏家向来最讲究孝道和规矩，你一个女孩子家以后迟早是要嫁人的，一个人霸占着这么大的家产，最后还不是便宜了外姓人？再说了，你懂什么经营管理？别回头被人骗得底裤都不剩。哥要回来，那是为了替咱们老苏家守住这份家业。现在哥的厂子正缺资金周转，你妹妹连饭都吃不下，你作为苏家的一份子，就必须把这商铺交出来，让哥统一调配。哥又不是不给你留活路，每个月少不了你那口饭吃，这是你的义务。对，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小婉啊，大嫂这也是为了你好，替你分担风险。
你一个单身女人拿着这么显眼的财产，多不安全啊！听大嫂一句劝，赶紧把过户手续办了，一家人还是和和气气的。今天你要是真这么冥顽不灵，非要六亲不认吃独食，那大嫂可就管不住你哥了。到时候我们天天搬个马扎坐你这店门口，逢人就说你这当妹妹的有多绝情多不孝顺。我倒要看看名声臭了，是你耗得起还是我们耗得起？你这店以后还能不能租得出去？我知道你们看着眼红，心里很急，但大清早亡了，现在不讲什么长兄如父的封建规矩，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事儿都得讲法律讲秩序。既然你们非要算账，陈律师，你来跟他们普法，说清楚吧。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建国，我就说这死丫头今天怎么底气这么足，原来是早就在这儿埋伏好帮手了，他们就是一伙的。咱们老苏家这是被人算计了，被坑惨了。王女士，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您刚才的言论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是苏婉女士的合法委托律师，也是她公司的法务总监陈明。就凭您刚才那句毫无根据的指控，我完全可以依法起诉您诽谤，追究您的名誉侵权责任。想吓唬我？我难道说的不是实话？当初老爷子在医院那份偏心眼的遗嘱，就是你跑前跑后负责的。这几百万的商铺，你敢说你不知情？我看啊，就是你们两个里应外合，欺负我们建国老师，联合在一起，变着法儿的谋夺我们苏家的财产。我说错了吗？你敢做还不让人说了？大嫂，你的想象力不去写剧本，真是可惜了。陈律师是我公司的法务，做的是合法的本职工作。你自己心里脏，看什么都是脏的，别在这信口雌黄，丢人现眼。行了，什么法务不法务的，那又怎么样？你少拿那些弯弯绕绕的词儿来唬人。就算你是律师，这事儿说破大天去，也是我们苏家的家务事儿，是我们亲兄妹之间没算清楚的账，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儿呢，你算老几？这儿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插嘴说话。苏建国先生，您可能对法律有什么误解？在合法的物权面前，没有所谓的家务事。我国法律明确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根据《龙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2间商铺早在3年前就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完成了合法过户。您看清楚了，这是令尊苏德山先生亲自签字按手印，并且经过市公证处公证的财产赠与协议书，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这2间商铺属于苏德山先生的个人合法财产。他生前将这2间商铺无偿赠与苏婉女士，不动产交易中心也已经依法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在法律层面上，这已经是苏婉女士的个人私产。假的，这肯定是你们合伙造假的。老头子那时候躺在病床上，话都说不利索，半条命都没了，怎么可能还有精神签这个字儿？老头子平时最心疼建国，怎么可能把这么值钱的铺子全给一个丫头片子？这绝对是苏婉趁着老头子糊涂，自己偷偷伪造的，这不作数。王女士，请你立刻停止这种抢夺他人财物和无端污蔑的言行。当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还在医院病房内全程为苏德山先生录制了高清的视频资料。视频中，苏德山先生神志清醒，是在完全自愿且没有任何人胁迫的情况下，亲口表达了将商铺赠与苏婉女士的意愿。如果你们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有任何质疑，欢迎随时去法院起诉我们。但是在法院做出其他判决之前，这2间商铺的唯一合法主人就是苏婉女士，与你们苏家其他人没有任何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法律关系。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否则我们就报警控告你们寻衅滋事了。好啊，苏婉，你现在长本事了，拿法律来压你亲哥是吧？我告诉你，法律是冷冰冰的，但血缘是热的。你今天要是敢用这些纸片子把我们赶出去，你就是大逆不道。爸在天上看着你呢，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对你亲哥亲妹，他死都不会瞑目。苏建国，到底是谁在让爸死不瞑目？你们真是贪得无厌。当初爸在医院躺着的时候，你们在哪儿？爸下葬的时候，你又在算计什么？现在你居然站在我面前提什么长兄如父？我不管什么公证书，今天不给钱，谁也别想好过。我把这店砸了，大家一起死！哎，你住手！这都是我的货。王女士，我已经在录像。根据《龙国法条》第293条，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且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如果涉案金额超过5000元，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已经报警，警察5分钟内就到。大嫂，算了吧，警察真来了就麻烦了。大哥，今天有专业律师在场，
我们根本讨不到便宜，再闹下去，吃亏的只是我们。行，苏婉，你狠，居然连亲哥亲妹都告，你真行！我们走，但你给我记住了，这事儿没完！哼！我的能力得到领导赏识，一路晋升。建国，你倒是说句话呀！咱们厂里欠的那笔债下周可就到期了，要是咱们拿不出钱来，法院真要把我们扫地出门，到时候咱们一家子就只能去睡大街了。我能有什么办法？钱现在全在苏婉那死丫头手里，她铁了心不认人，我还能去抢不成？真是气死我了！我这心口现在还一抽一抽的疼。苏婉现在真是长本事了，我听说她最近还升职了，搞了个大办公室，气派得很。她吃香的喝辣的，看着亲哥一家子走投无路。爸也是老糊涂了，偏心眼简直偏到太平洋去了。从小到大，家里什么活不是大哥干的？凭什么把那么值钱的铺子全留给他一个人？二姐现在倒好，拿着爸的底子，出门装什么女强人？再看看咱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大哥，你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你倒是赶紧想想办法呀！我可不想跟着你们去睡桥洞。我的胸口好疼，喘不上气儿了。建国，建国，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是不是心脏的老毛病又犯了？敏敏，快去拿速效救心丸！都怪二姐，大哥这几天本来就为了厂子的事儿愁得整宿睡不着，今天又被他当众那么一击，急火攻心，这心脏怎么受得了？他这就是想把大哥给活活气死啊！敏敏说的对，建国这病就是被苏婉那个没良心的给生生气出来的。大家快来看看啊，都来瞧瞧啊，还有没有天理了？亲妹妹当了大老板，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却对亲哥哥袖手旁观啊！大家好，我二姐苏婉就在这家大公司当高管，年薪几百万。可我大哥现在重病瘫痪，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我们来求他，他不仅闭门不见，还找了律师来威胁我们，说要让我们去坐牢。小婉啊，哥不怪你心狠，爸走了，长兄如父，哥没本事，没能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咱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哥现在废了，哥不求你大富大贵分我多少，哥只想活命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要把哥哥逼上绝路啊？哎。这当妹妹的也太狠心了吧！亲哥都病成这样了，好歹出来见一面啊！哎，几位，这里是商业写字楼，你们在这儿聚众闹事，严重影响了我们大楼的形象，请你们立刻离开，不然我们只能报警了。报警？你报啊！有种让警察把我们这穷苦百姓都抓起来！我倒要看看苏婉那个黑心烂肺的女人能不能在里面坐得安稳。他不怕遭报应，我们也不怕丢脸。我们真的不是来闹事的，我们只是想求我二姐给条活路。二姐，哥都被你气出病了，你当了大老板，连亲哥的命都不顾了吗？你倒是下来啊！哎，听说了吗？下面那个瘫痪的是咱们苏总的亲哥。听到了，下面正直播呢，同城热榜第一。平时看苏总雷厉风行的，没想到私底下这么冷血。亲哥为了供他上学累瘫了，他现在连医药费都不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就是，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心肠得多硬啊！跟这种人共事，真让人后背发凉。苏总，不好了！
您的家人在楼下大吵大闹，公司大堂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他们还在网上开了直播，同城热度已经爆了，好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在弹幕里骂您，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带节奏，说要抵制我们公司的产品了。直播道德绑架，他们这出戏筹备的挺充分啊。苏总，董事长刚刚打电话过来，请您立刻去一趟他的办公室。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小苏啊，你的工作能力公司上下有目共睹，我也一直很器重你。但是，你看看楼下，闹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给公司添麻烦了，请给我10分钟，我会解决这件事，绝不影响公司。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想到平日里穿得那么体面的高管，骨子里居然是个连亲哥都不管的冷血禽兽。大家快看，黑心拉菲的始作俑者出来了，苏婉！你看看你哥都被你气成什么样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交代？我需要交代什么？当然是把该给我们的钱给我们。你自己背地里占了爸多少便宜，拿了多少拆迁款和商铺，你心里不清楚吗？那都是苏家的财产。翠花，别这么说。虽然爸偏心小婉，把几百万的商铺和钱都偷偷过户给了他，但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要这些的。小婉，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哥不怪你心狠，只是哥实在是没办法了。厂子倒闭，哥的身体又废了。当年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你和敏敏。现在哥病了，哥求求你，看在爸的份上，看在我们苏家列祖列宗的份上，拉哥一把吧，不然哥怕过几天到了地下，都无颜面对咱爸呀。二姐，我知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了，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你没有帮扶我们的义务，你一个人工作也不容易。但是说到底，我们也是一家人啊！现在当着直播间几十万观众的面，你今天就给大家表个态吧！你到底管不管大哥的死活？就是啊，表个态，都是一家人，至于做这么绝吗？人可不能发达了就忘本啊！亲哥都求成这样了，太冷血了。这家人估计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要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在大街上丢人现眼啊？哎，这当妹妹的太不是东西了。二姐，你别生气，你要是嫌我们直播给你丢人，我不播就是了。我知道你现在出入的都是高档场所，嫌弃我们这些穷亲戚丢了你的面子。可是大哥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主治医生说再不交住院费就要停药了。我求求你别跟大哥赌气了，好不好？小敏，别求了，给咱们苏家留点骨气。是大哥没用，没能给你们挣个好前程，才让你二姐如今当了领导，连见我们一面都觉得是耻辱。小婉，当年爸走的时候，我发誓要替爸撑起这个家。我自问做大哥的，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若不是为了你嫂子和米米不睡大街，我苏建国就算病死在床榻上，也绝不会来这儿跟亲妹妹讨一口饭吃。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嫁进你们苏家，一天不没想过天天当牛做马。当初为了供你上大学，你哥大冬天去冷库背货，把腰落下了病根，这才有了今天的谈话啊！苏婉，你现在住着几百平的大房子，开着豪车，你哥连买个止痛贴的钱都没有，你这是要逼着我们全家去死，给你腾地方是吧？真是个白眼狼！亲哥为了供他上学，把腰都累瘫了。他倒好，穿得光鲜亮丽的，连亲哥的买药钱都赖。这种人怎么当上管理层的？就是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大公司用这种高管，迟早要遭报应。各位，既然我大哥、大嫂和妹妹今天摆了这么大一个戏台，那我就陪他们把这出戏唱完。二姐，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回家好好说，行不行？大嫂，你说你命苦，说我哥是为了供我上学去冷库背货累瘫的，那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帮你们好好回忆回忆。我上大学的每一分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自己申请的助学贷款和兼职赚来的。至于我哥，他当年背货挣的那点钱，转头就进了麻将馆和洗脚城。他那腰伤是当年在赌场跟人分赃不均，被对方用实木椅子砸伤的。医院的病历和当年的派出所出警记录现在还在系统里存着，需要我当场调出来给大家看看吗？苏婉，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就算我没供你上学，
爸生病那3年，我作为长子里里外外操了多少心。你现在有钱了，翻脸不认账，你这是大逆不道。你操心？爸瘫痪在床3年，你一共来看过4次，每次待不到10分钟就借口厂里忙溜走，1分钱医药费没出过。甚至爸弥留之际，我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你却在麻将馆里关机。苏建国，到底是谁大逆不道？二姐，就算大哥大嫂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那也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大哥是真的病了呀，你现在犯这些纠缠有什么意义？你看看他可是从小背着你长大的亲大哥，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一辈子躺在这轮椅上。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冷血的计较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非要眼睁睁的逼死他才甘心吗？你的心肠怎么能这么硬啊？苏敏，你刚才对着镜头口口声声说大哥重病瘫痪，没钱治病，连药都停了，快要死了是吧？大家看清楚了，这是我10分钟前让秘书直接去市医院调取的患者苏建国的真实就诊记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轻度腰肌受损，建议静养。大哥，你这瘫痪的病因可真是医学界的一大奇迹呀！天哪！大家快看，真的是轻度腰肌衰损，这不就是平时干活累了，坐久了腰疼吗？这就叫瘫痪！骗子！这家人居然是骗子，拿个腰疼跑出来装瘫痪骗钱，亏我刚才还觉得他可怜，帮着他们骂人，真是太不要脸了，利用我们的同情心。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在这演戏，赶紧报警抓他们！小婉，大哥怎么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呢？大哥是真的身体不行了，胸口闷啊。二姐，在你眼里我们就这么不堪吗？我们只是想求助你而已。求助？好啊，那我今天就当着几10万网友的面帮你们一把，帮我大哥叫一辆救护车，全套的全身检查都安排上，费用我出，所有的费用我苏婉全包了。今天不查出个绝症来，大哥你可千万别下这张轮椅。不要！建国的身体我们自己回去调理，不需要你在这假好心。你真想帮我们，就把钱直接给我们。钱我可以给，但只能直接汇入医院的账户作为医药费，除此以外1分没有。苏婉，你别忘了，你身上流着苏家的血。你现在手里攥爸留下来的2间商铺，1个月收租好几万，分我们一点怎么了？我们是你的亲人，你就算告到天上去，你也得养我们。保安，立刻报警，就说有人在公司门口聚众闹事，商业诽谤，并且涉嫌巨额敲诈勒索。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我们的家务事，警察管不着。几位，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并在网络上公然进行人身诽谤，涉案金额巨大，这已经是刑事犯罪了，还家务事，法毛就多读点书。刑事犯罪，坐牢。不是，都是误会。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家庭矛盾，开个玩笑，有话好说。我们现在就走。大家快看啊，瘫痪的病人站起来了，这医学奇迹啊！呸，真不要脸，一家子骗子，恶心。小苏啊，这次的危机公关你做得非常好，不仅澄清了事实，还帮公司连带着做了一波正面宣传。现在网上的舆论对我们非常有利。谢谢董事长理解。不过，经过这件事，我想向公司申请休假一段时间。休假？小苏，你现在可是公司的骨干，总经理的位置我一直给你留着呢，这时候休假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董事长，这3年我绷得太紧了，家里的这些事儿虽然解决了，但我的心太累了，我想暂时离开这个环境，给自己放个假，充充电。行，我准你的假。不过我们说好了，这只是个带薪年假，总经理的办公室永远给你留着，什么时候休息够了，随时回来。谢谢董事长。走走走，赶紧滚！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种连亲姐都算计的人。下个月的房租你也别交了，爱去哪儿去哪儿。房东阿姨，我求求您了，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行？我身上真的没钱了。
因为之前在公司楼下直播大闹的事，业内同行之间传开了，投出去的简历都因为品行原因石沉大海。二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起来，你又想玩什么把戏？不是的，二姐，我没演戏。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以前都是我自私，我被大哥大嫂挑唆，觉得爸偏心，觉得你抢了我的东西，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因为之前的直播事件，我被网友扒了出来，没有公司愿意要我，甚至连去便利店兼职都被人认出来，房东还把我赶了出来。大哥呢？你们不是亲兄妹吗？二姐，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你以前对我那么好，我却恩将仇报，我真该死，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有能力有人脉，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份工作着暂时落脚地方？我发誓，我一旦找到工作我就搬走。知道了。我都这么低声下气了，你为什么都不肯帮我一把，苏婉？李姐，这是我妹妹苏敏的简历。她虽然之前犯过错，但本性不坏，专业能力也是有的。我想请您在你们分公司给她安排一个实习生的岗位。苏总，既然是您开口，这个忙我肯定帮。不过网上的那些舆论，所以请您务必保密，不要让她知道是我推荐的，就当是你们公司正常招聘进去的，多磨练磨练她。如果她干得不好，随时开除。苏总，您对您妹妹可真是用心良苦啊。行，这事儿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当当。爸，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她了，以后的路得靠她自己走了。凭什么？凭什么连个前台都不用我？苏婉，你把我害得好惨！喂，你好，请问是苏敏女士吗？我们这边是华盛实业分公司，我们看到了您的简历，目前有一个行政助理的岗位，包吃包住，月薪6000，请问您有意向过来面试并直接入职吗？我随时可以入职，谢谢您。哈哈，天无绝人之路。苏婉，你以为不帮我就在城里活不下去了吗？我这叫吉人自有天相。苏建国，你是不是个男人啊？债主的电话都快把我手机打爆了，再不还钱，他们说明天就要来拉家去把我们赶出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闭嘴！你以为我不想还钱吗？我能借的都借了，现在连高利贷都不借给我了。那就按你之前说的卖房，把我们现在住的连同老头子留下的这套老屋一起卖了，现在就挂到二手平台上卖，只要能拿到现钱，咱们的厂子就能活，债也能清。这可是爸留下的唯一念想了，要是卖了，别人怎么戳我几两股？再说了，你之前不是执意反对卖房吗？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之前直播那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说不定都没什么人愿意给我们租房。哎呀，你还管以后？现在命都没了，还要什么脸？赶紧挂上去！苏总，您大哥苏建国因为债务危机，已经把您父亲留下的那套老屋挂在二手平台上起售了，价格压得很低。找个信得过的第三方中介，隐瞒我的所有身份信息，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把老屋买下来，产权直接过户到我名下，妥善保存。苏总，您还是太善良了。他们以前那么对您，您现在这等于是变相在给苏建国送钱救急啊！善良？你想多了。他们现在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买下老屋不是为了帮苏建国，而是为了我爸。我不能看着我爸一辈子的心血落到不相干的外人手里，被糟蹋了。明白了，我这就去照做。建国，咱们这回可真是时来运转啊！那套房子卖了个好价钱，这一周转啊，可立马盘活了。哈哈哈哈哈！哼，我就说我苏建国是做生意的料，
之前不过是运气差了点，现在生意起死回生，以后在这城里谁还敢小瞧我？就是，那个苏婉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咱们没他帮忙，照样发大财。婉婉，歇会儿，吃口这个解解暑。爸，真甜！等我以后赚了大钱，天天给你买大西瓜吃。哎呀，又长高了2公分，小婉啊，再使使劲儿，都要赶上爸高了。那我长高了，以后就能保护爸了。傻闺女，爸是男人，哪能让闺女保护？爸，老吴我拿回来了，您放心，只要有我在，咱们的家就在。苏总，早。今天就是老董事长的名单了，您看去墓地祭拜的物品需要我这边怎么安排？要不要定做个大点的花圈，或者准备些什么特别的祭品给您送过去？不用，简单大方就好。我爸生前就不喜欢铺张浪费，清清静静的就行，别搞得太惹眼。好的，我明白了，这就去办。对了，苏总，司机老刘已经在楼下等您了，雨伞和外套都备在车里了。另外，董事长昨天又问起您了，让我务必谈谈您的口风，问您这假修得差不多了吧？打算什么时候回公司主持大局啊？大家可都盼着您回来呢。替我谢谢董事长的挂念。等今天祭拜完我爸，把家里的这点烂摊子彻底了结，下周1我就回公司报到。太好了，那我这就去给您安排下周的行程。虽然苏总交代了说要简单，但咱们做下属的绝对不能马虎，面子必须给足。你去联系市里最好的花店，订购最贵最素雅的进口白菊，包装要用黑金丝带的那种，弄好之后直接派专车送到慕田去。你亲自盯着，机灵点，千万别耽误了苏总的事儿。明白，我这就亲自去办，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爸，小婉来看您了。这半年发生了很多事，不过您放心，我都处理得挺好，没给咱们苏家丢脸。您在那边也要照顾好自己。哎呦，小婉啊，大姑老远就看着像你，这下着雨的，天又冷，你一个人怎么来的这么早啊？吃早饭了没？唉，这日子过得真是不经混啊！一眨眼儿，大哥都走3年了。看着大哥这墓碑，再看看咱们自己，这腿脚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都觉得咱们这把老骨头，半截身子都快入土了，恐怕过不了几年，也得下去跟大哥凑一桌打麻将喽。二哥，还敢大清早在墓地呢？别说这种丧气话，怪瘆人的。大哥在天之灵保佑咱们平平安安的就行了。小婉啊，你最近在干什么呢？怎么看着瘦了这么多？最近还在上班吗？大姑，我最近在家休息呢，一直没去上班。没去上班？辞职了。我记得你干得挺好的。想休息一段时间。小婉啊，不是二叔说你，你这个年纪怎么能随便辞职？现在经济多不景气，像你这样的无业游民，以后说不准连饭都吃不上。女孩子家还是要安分一点，不能太浮躁。别以为之前当了个什么主管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失业了吧？哎呀，你们少说2句，这也不是小婉自己能决定的啊。小婉啊，你2个叔叔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你最近有在找工作吗？没呢，打算过完这个月再说。你大哥建国现在生意做得很不错，厂子盘活了，赚了不少钱。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去他公司帮帮忙。哟，我们那小庙可容不下苏总这尊大佛。哟，这不是咱们家以前日理万机的苏总吗？怎么今儿个这么清闲，一个人在雨里站着？我前2天听人说，你那总经理的职位现在换人做了。哎呀，这大公司也真是的，说不用人就不用了，一点情面都不讲。不过小婉啊，大嫂早就教过你，女人太强势，太不把家里人当回事儿，迟早是要吃亏的。你看看，报应这不就来了？哎呀，二姐，你看看我这包，虽然不是什么限量版，但是我自己工作挣来的。当初我求你给我一个实习机会，你看都不看我一眼，说要公私分明，风水轮流转，你现在也清闲下来了。早知今日，你当初多帮衬帮衬家里，现在也不至于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吧？敏敏，话不能这么说。你二姐以前站得高，心气自然也高，哪看得上咱们这些穷亲戚？不过啊，这女孩子家没了正经职业，在外面飘着，总归是不太体面的。离了苏家这个根，你在外面能算什么呀？小婉，不是大嫂说你，今天好歹是爸的名单，
你怎么就送这种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菊？你平时对自己抠搜就算了，对亲生父亲也这么敷衍？野菊花也是。现在你手头紧，没了收入，能省则省。爸在九泉之下，知道你现在混得这么糟，也会体谅你这份难处的。这么大一束花，可要不少钱吧？建国，你有心了。嗨，毕竟是爸的名旦，不选个好点的花，怎么配得上咱爸的身份规格？建国啊，最近正和几个大老板商量着，准备给爸把这墓地重新修缮一下，少说也得花个10来万吧。这做儿女的，孝心可不是靠嘴皮子说说的，得看真金白银。真是有心了啊！老苏在地下有知，也会高兴的。是啊，说到底，尽孝这种事儿，到底还是得看实力的。没钱拿什么尽孝？小婉，以前爸生病的时候，你一直拿自己对爸大方，说我不孝顺的事儿来挤兑我。现在我事业有成，要给爸修最好的坟。事实证明，只有我这个长子才能真正给苏家撑起门面。你总没有理由再指责我了吧？是吗？你总觉得我这个做大哥的出钱少，不够孝顺。那时候哥就跟你说过了，是时间忙抽不开，你总是不信，非要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你看，现在哥的生意做大了，厂子每天流水几十万，对爸尽孝的时间也有。我就是想让爸在九泉之下也看看，苏家有我这个长子在，倒不了。至于你以前那些小打小闹，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嗨，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一家人不说这种话，有孝心就好。虽然这孝心已经迟了很多年。你这脾气还是这么倔，死鸭子嘴硬。当初你要是肯借钱给哥，听哥的安排，哥现在动动手指也能在厂里给你安插个清闲的职位。现在倒好，你连个落脚的单位都没有，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你非要跟家里作对，真是何必呢？自讨苦吃。我不需要大哥的帮忙。二姐，你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岁数了，再这么拖下去，外面的大公司都会嫌弃你年纪大，到时候更不好找工作。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风光的苏总啊？要不这样吧，你低个头，求求我来我们公司，我可以帮你向主管介绍介绍，去当个前台或者保洁，虽然挣得少，但起码包吃包住。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我总不能眼睁睁看你流落街头吧？我这可是念着姐妹情分呢。你一个刚入职的普通业务员，也能决定公司人事的事情吗？哎呀，小婉，敏敏这也是一片好心，你怎么还不识好歹呢？不过说句实在话，你现在啊还真是不如敏敏。敏敏年轻又漂亮，工作还体面，每个月都有旱涝保树的工资。我要是混到你这份上，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我焦虑的整宿都睡不着觉。这女人呐，得认命。你们开心就好，我先走了。哎呀，小婉别走啊！今天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这雨下的又大，咱们坐下来吃个饭再走。就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吃顿饭，让你哥开导开导你。你现在没工作，正需要家里人指条明路。走吧，走吧，小婉，别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使性子，家里人还能害你不成？行啊，既然长辈们都开口了，那今晚就一块吃个饭。长嫂如母，我也不能真看你饿肚子。建国今天可是特意买了大几千块钱的贵重食材，说是要好好孝敬几位长辈的。小婉，你也跟着去沾沾光，平时你一个人怕是连肉都舍不得吃吧？好啊，咱们也别在雨里淋着了，走吧，去我家。建国啊，看你这意气风发的样子，咱们家最近的生意做的是越来越大了吧？这才是咱们苏家的顶梁柱啊！二叔，也就一般般。最近刚拿下了几个市政的配套项目，每天也就几十万的流水，真不算什么大生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累人的很。不过为了这个家，我再累也值得。建国就是太低调了。二叔，我跟你们说，我们最近正合计着在市中心买套新房子呢。我们要求也不高，就买个独栋别墅就行，地段要好，环境要安静，不然配不上建国现在的身份。毕竟咱们现在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了。真是啊！其实钱不钱的都是次要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遗憾。本来我是想把爸留下的那套老房子买回来的，毕竟那是咱们苏家的根，我作为长子，理应守住这份家业。可谁知道那个买家神秘得很，我都托人开出高价了，对方说什么也不肯卖，真是不识抬举。开高价，我作为买家怎么从来不知道？真是够装模作样的。二姐，
你现在没工作了，住在哪里啊？不会是那种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地下室吧？就市里的一个公寓。哎呦，公寓，小婉，现在的公寓房租可不低啊，一个月少说也得几千块吧？你现在又没工作，只出不进的，哪里负担得起啊？年轻人就是爱慕虚荣，就是没收入还住什么公寓，打肿脸充胖子。要我说，你回去就换个老破小或者城中村住一住吧，可别到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被房东给撵到大街上去，那我们苏家的脸可就丢尽了。是啊，二姐，我知道由奢入俭难，但是我们什么水平就该花什么钱，对不对？什么水平就该花什么钱，这句话居然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也是不容易。二姐，我好好劝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小婉啊，二叔知道你从小脾气就硬，像头倔驴似的，但听二叔一句劝，今时不同往事了，做人呐，得懂得看清形势。你脱离了家庭，在社会上就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你跟你哥服个软，求求建国，让他给你在厂里安排个差事。这毕竟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低个头不丢人。你哥现在发达了，还能真看着你饿死街头？这就是有家人的好处。既然二叔都替你说话了，小婉，我也表个态，只要你今天当着长代的面，好好承认你以前的错误，自罚3杯，保证以后都听大哥的话。回头我跟厂里的经理打个招呼，给你安排个车间质检的工作，虽然累点，但养活你绝对没问题。哥这也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免得你以后再吃亏。就是啊，二姐，大哥心胸宽广，自己发达了，心里还时刻记挂着家里人，可不像你当初得势的时候那么冷血，连个实习机会都不肯给我。大哥现在不计前嫌拉你一把，你可别不识好歹，赶紧敬大哥一杯吧。不需要。小婉，你这脾气还真是一点没变，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挑3拣4的。大嫂说话直，你摸着良心想想，你现在除了那张没用的文凭还有什么？要经验没经验，要技术没技术，干啥啥不行。建国能给你个工作机会，收留你这个闲人，你呀就该躲在被窝里偷着乐了，还在这儿端着什么架子？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去厂里上班可以，得心眼干净。大嫂，你说什么？都是一家人，我话不想说的太难听，只要你别再做出像以前那样联合外面的律师来欺骗家里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就行了。不是大嫂说你啊，你必须得改改你这自私自利的毛病。毕竟像你这种品行的人，换做一般的老板，谁敢用啊？我们这也是看在你是亲妹妹的份上，破格容忍你，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们可真会颠倒黑白，当初到底是谁占了便宜，又是谁没脸没皮的在我公司楼下大闹，装病瘫痪开直播，最后被当众拆穿，抱头鼠窜。如果你们忘记了，我不介意把当年的出警记录和医院证明再给你们念一遍。苏婉，你存心找不痛快是不是？我给你脸你不要脸，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天天翻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有意思吗？我们现在是可怜你，你别给脸不要脸。好了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今天是德山的名产，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戾气别这么重，动不动就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多没意思啊！你们瞧瞧，德山的遗像还在那儿放着呢，他在天上看着你们呢。你们这样吵，让他老人家在地下怎么安心？喂，亲爱的，人家正跟家里人吃饭呢。啊，真的呀？你真的帮我订了那个最新款的奢侈品包包啊？哎呀，你对我太好了吧，爱你哦。那我回去再找你，拜拜。米米啊，这电话里的人是谁啊？听着跟你关系挺亲密的，是不是交男朋友了？找个好归宿，可比在外面瞎逞强强多了。哎呀，大姑，其实是我新交的男朋友啦。他这人就是大手大脚的，平时什么都紧着我，非要给我买这些名贵的包和首饰。我都劝过他好几回了，说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别乱花钱。他就是不听，非说不能委屈了我。哎，敏敏这话在理，是个会过日子的。这女孩子家呀，书读的再多，工作再拼，最后不还是得嫁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能遇到个知冷知热又舍得给你花钱的男人，那就赶紧定下来，这也是正事。女人这辈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嘛。哎，小婉，你看你妹妹这都有着落了，你这当姐姐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现在有对象没有啊？平时也别总闷在公寓里，多出去走动走动，相亲啊。没有。小婉，不是二叔仗着长辈的身份爱唠叨你，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原来那份好工作也没了，总不能连个成家的对象也没有吧？这女人啊，青春满打满算就那么几年，一过30，那身价可是蹭蹭往下掉。小婉啊，你再这么挑3拣4的拖下去，可就真成了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了。到时候可就不是你在这儿挑条件好的，而是人家男方挑你嫌弃你了。你总不想以后老了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吧？二叔，这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家大姐今年30有2了吧？比我还大上3岁呢。现在不也依旧单身在家待着吗？您有这闲工夫替我发愁，不如先回去管好您自己家的事情，赶紧给我大姐找个不嫌弃她的好人家。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我好心好意劝你，你倒说些不好听的。原来二叔也觉得一直说教催人结婚是不好听的，那为什么能这么理所当然的跟我说这些呢？哎呀，二叔，您快消消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小婉现在没了工作，天天在家闲着发慌，心里正烦着呢，说话冲没个其中也是难免的。不过说到介绍对象，大嫂这儿还真有个极合适的人选，一直想给你牵个线。这人呢，我亲眼见过，看面相就特别老实本分，也是咱们本地的，知根知底。年纪嘛，比小婉大个5岁，正好知道疼人。人家家里是做建材生意的，条件很不错呢。条件这么好，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嗨，人家离过婚，前妻嫌他太顾家就跑了，现在还带着2个娃。但人家男方也表态了，只要女方听话懂事，能把家里照顾好，家里条件绝对不是问题。大嫂是真心觉得他跟现在的你很配，人家不嫌弃你没工作，你过去直接当现成的妈，连生孩子的苦都省了。你年纪也不小了，说句实在话，这已经是你这个失业女青人的最好出路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不是翠花，你这介绍的也不是很行啊，30多岁离婚还带2个孩子，过去给人当后妈多难熬啊。小婉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跟人家哪里大姑，这有什么不能的？男的就是要年纪比女的大才好啊，男人跟咱们女人不一样，男人可是越老越吃香，年纪大点，社会经验丰富，手里有积蓄，知道怎么疼老婆。小婉啊，大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考虑的怎么样？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把他微信推给你，你们明天就见见，大嫂还能害你不成？大嫂，既然你觉得这个条件这么好，家里又这么有钱，连生孩子的苦都能省了，那不如你现在去跟大哥把婚离了，自己改嫁过去，怎么样？肥水不流外人田吗？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好赖话听不懂是不是？我可是你大嫂，我为了你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你居然拿这种话来恶心我！我说的哪里不对？条件这么优势的男人，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夸过大哥。既然这么好，当然得让给大嫂你啊。苏婉，你太放肆了！你大嫂好心好意帮你张罗婚事，看你可怜，想给你找个依靠，你不领情就算了，居然还敢咒我们离婚！你这些年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还有没有点长幼尊卑的规矩？小婉，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说话没大没小，连长嫂如母的道理都不懂了。你哥你嫂子哪点对不起你？费心费力的替你谋划，你居然心思这么恶毒，把好心当成驴肝肺。苏婉，你还真以为自己现在是什么香饽饽呢？以前你手里有权有势，大家顾着亲戚情分捧着你，你傲气点也就罢了。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要工作没工作，要地位没地位，不过是个吃老本的无业游民。你这个条件要是放到相亲场上，人家男方家里挑剔着呢，看都不一定看得上你。我好心好意拉下面子去求人家给你个机会，你倒好，狗咬吕洞宾，居然这么过分。行你清高，我看你以后老了病了，谁管你？哎呀，好了好了，翠花、建国，你们快坐下，大家都是一家人，出发点都是好的，有话好好说嘛。小婉要是不愿意相亲，觉得不合适，咱们以后不提这事儿就是了。大过年的，都消消气儿，别伤了和气。苏总，请问您大概什么时候结束？董事长听说您今天回公司，高兴得不得了，特意派了专车来接您，现在就可以来。二姐，你真别跟大哥大嫂顶嘴了，一家人闹成这样多难看啊！大哥大嫂这几天为了你的事儿急得连觉都睡不好，到处托人拉关系，哪怕刚才说话急了点重了点，那不也是替你这下辈子着急吗？你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总不能真打算孤独终老吧？大家都是为了你好，你哪怕不领情，也别总像个刺猬一样扎人，行不行？为了我好，把我随便塞给一个离异带2娃缺个免费保姆的老男人，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为我好？你们想攀高枝，想拿我做顺水芹衣，强加在我的身上干什么？如果你们当初真的有这份好心，当年爸瘫痪在床，我一个人辞掉工作，没日没夜在医院里端屎端尿，熬得头发大把掉的时候，你们这群好心人在哪儿？怎么一个两个都忙得连个电话都不打，连看一眼都嫌病房里有味儿？够了，苏婉，你还有完没完了？你不就是照顾了爸3年吗？这事儿你是打算刻在脑门上念叨一辈子，让我们全家都给你磕头谢恩是吧？回回坐在一起吃饭，只要一说你2句，你就只会拿着烂芝麻打谷子的旧账出来翻。你除了这件破事儿，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有意思吗你？就是啊，爸都去世3年了，早就入土为安了。你天天把端屎端尿挂在嘴边，多倒人胃口啊！再说了，你是爸的女儿，照顾他难道不是你应该做的吗？怎么搞得好像全家就你一个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听着真挺没意思的。做人格局要打开一点。哼，敏敏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苏婉，
你这辈子也就靠着那几年当个免费护工，对咱们苏家做出了这么一丁点微不足道的贡献而已，有什么好天天挂在嘴边邀功的？你看看我现在，我随手一挥，花10几万给爸修最气派的坟，今天又花大几千请长辈们吃饭，这才是实打实的尽孝，这才是给苏家撑面子。你呢？你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俗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以前你端这个架子，现在还不是原形毕露？建国现在每天流水几十万，他才是咱们苏家最有出息、最能撑起门面的顶梁柱，比你这个只知道翻旧账的无业游民强100倍。你呀，就认命吧。苏总，让您久等了。董事长和全体董事会成员已经在集团1号会议室准备就绪，我们特意调了专车车队来接您回去主持下午的年度总结大会。苏总，苏总，董事长和董事会全体成员已经在集团1号会议室准备就绪，各大媒体的记者也已经到了，大家都在等您回去主持下午的年度总结大会。回去，小婉，你不是被公司辞退没工作了吗？苏婉，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你不是被公司开除失业大半年了吗？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觉得今天丢了面子，特地花钱去影视厂找了几个群演，跑这儿来穿上西装充面子装大老板的？一天200块钱雇来的吧？这可真没必要啊！自家亲戚面前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大嫂，你的想象力不去当编剧真是屈才了。我可从来没有亲口说过一句我失业了，从头到尾不都是你们自己在那里自说自话，一厢情愿的脑补吗？这位女士，请注意你的言辞。我们苏总半年前只是因为连年主导重大项目，身体过度疲惫，向董事会申请了为期半年的带薪休假而已。今天休假正式结束，董事长特派我们来请苏总回公司主持大局。造谣我们集团高管，我们法务部可是会负律法的。你藏的可真够深啊！不过就算你在外头混得再厉害、再有钱，那又怎么样？你对这个家、对咱们苏家根本没做过一丁点实打实的贡献。你有钱宁肯捂在自己口袋里发霉，也不肯拿出来帮衬亲哥。你就是个冷血动物，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对，说到对苏家的贡献，我的贡献当然没有大哥你大了。毕竟你可是为了填补你自己那个破厂子的窟窿，连爸生前最看重、拼死都要留下的苏家老宅都毫不犹豫给卖了的人呢。这败家的贡献，我确实比不上。你少在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厂里资金链断了，高利贷天天上门堵截，那是情势迫人。再说了，老宅卖都卖了，你现在装什么大孝女？你那么有能耐，你怎么没拿钱把老宅买回去啊？你在这说风凉话给谁听呢？苏先生，其实半年前你们急着抛售老宅，那个以高于市场价10%连夜全款下买下你们老屋的神秘买家，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苏总。什么？是苏婉买的？还有苏敏小姐。你以为你一个在网上直播大闹写字楼被全网抵制，连个小公司的前台工作都找不到的应届生，为什么能突然接到华盛实业分公司的入职通知，还能享受包吃包住的优厚待遇？华盛实业的老总是我们苏总的朋友，苏总暗中动用了他个人的商业关系，特批给你的实习名额。二姐，是你帮的我，那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你要是早点告诉我这工作是你托关系找的，我一定不会生你的气，我也不会跟着他们一起闹你啊！你不是不会生我的气，你只是不敢生华盛业苏总的气。今天如果我还是那个被你们踩在脚底下的失业女青年，你依旧会高高在上的嘲笑我，因为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帮不帮你们，你们都从来没有把我当做过自己人。不是的，二姐，咱们是亲姐妹啊，我怎么可能不把你当自己人？从小到大，在这个家里，我永远都是那个被忽视、被牺牲的透明人。大哥当年结婚要买房，家里砸锅卖铁，连爸的养老本都拿出来了，凑了整整20万。苏敏上大学，嫌宿舍条件不好，要出去租房子，要买名牌，家里二话不说，直接拿走10万。而我呢，我的学费、生活费是我自己一天打3份工，发着高烧在餐厅端盘子，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可哪怕是这样，我有一句怨对吗？我没有。爸生病瘫痪，你们一个个躲得比谁都远，是我辞了工作，病床前尽孝3年。我靠自立自强，拼死拼活才有了今天。可是你们呢？我真是不懂，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都能被你们挑出刺来？我出钱出力，你们嫌我给的不够多；我按规矩办事，你们骂我冷血无情。是不是在这个家里，我不把骨血熬干了喂给你们，我就是苏家的罪人？小婉，是大姑不好，
是咱们这些长辈瞎了眼呐。当年我们由着你爸偏心，没替你多说一句话，是我们老苏家对不住你这孩子啊，你受委屈了。大姑，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小婉，你说这么多拐弯抹角的，无非就是觉得小时候家里对你不够公平，觉得你受委屈了，是不是？可是你摸着良心算算，10几年都过去了，爸临走前给你留了这几百万的商铺，那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你以前受的那些再大的创伤，也早就该弥补了吧？你现在站在这里无病矮青，揪着过去不放，真没什么意思。就是啊，二姐，网上不都说吗？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你得到了爸手里最多的钱，你还有什么好委屈、好抱怨的？爸这个人也真是的，表面上从小把我跟大哥当做家里的宝贝，可是临了也没公平到哪里去啊。咱们兄妹3人的身份，现在简直是天差地别，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小婉，大嫂说句公道话，你伺候了老爷子3年，这不假，但你最后可是得到了几百万的商铺啊！这笔账换做外面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去请个高级护工，谁不愿意做？你现在得了便宜还卖乖，口口声声说自己多委屈多辛苦，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换谁都愿意做，那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去？说白了，你们就是利欲熏心，想要得到既得利益，但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大嫂，亲情不是你们在菜市场买菜，不是拿来算计权衡利弊的筹码。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高尚。俗话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爸走的时候1分钱都没给你留，你敢说你心里难道不会有一丝怨怼吗？大家都是成年人，说白了，你自己也是想靠着伺候爸的晚年来得到这笔遗产罢了。事实就是，现在我们一无所有，而你赚得盆满钵满，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责我们？大哥，你用这种肮脏的心思来揣度别人，真是滑稽至极。你完全想错了。切，装什么假清高？钱还不是进了你的口袋？爸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们，就算他人走了，其实也早就为你们想好了后路。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想好了后路？退路。小婉，是不是老爷子还偷偷留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啊？二姐，你快说啊！爸到底还给我们留了什么啊？就是你们都知道的，老宅地窖里的那3坛泡菜。苏婉，你耍我们很有意思是吗？谁不知道那3坛破泡菜？那玩意儿就算腌出花来又能怎么样？能卖几百万吗？你不想给钱就直说，拿几坛子咸菜来恶心谁呢？你们不是一直疑惑为什么我这几年能突然拥有这么多财富吗？其实，那2间商铺的租金只是次要的，我最关键的启动资金就是那3坛泡菜。建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泡菜坛子里到底有什么蹊跷？我怎么知道？那不就是老头子平时最爱吃的破咸菜吗？因为那泡菜坛里装的根本不是泡菜，而是爸生前一点点攒下来留给你们的金条。金条？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你少拿这种话来诓我们！老头子哪来那么多钱买金条？我现在还有骗你们的必要吗？陈律师就在这里，这是爸的遗愿，也是经过公证的。按照爸生前的遗愿，如果你们良心未泯，愿意回来送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尽最后一份为人子女的孝心，那3坛泡菜里的金条，陈律师就会当面交给你们。爸说了，如果大哥不来，只有小妹来，那金条就全部归敏敏所有。爸知道你爱美爱攀比，他说这些金条是留给你以后出嫁的嫁妆，怕你以后在婆家受委屈。如果大哥你来了，那这些金条就全归你。爸知道你厂子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按照那些金条的价值，变卖之后足够偿还你所有的债务，大大减轻你的负担。他到死都在替你这个长子操心，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你们愿意回来。可惜啊，你们当时被那份遗嘱冲昏了头脑，骂他老糊涂，连爸最后的葬礼都不肯参加。你们的脑子里只有利益，没有爸，没有亲情，什么都没有。苏建国，我曾经是真心实意把你当成我敬重的大哥的，可你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我不止一次在深夜里疑惑，我到底是不是爸妈亲生的？为什么同样是苏家的骨肉，你能对苏敏那么偏爱，有求必应，而对我却能冷漠到置之不理？难道在智洛这个家里，真的就只有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吗？什么事儿都自己扛，你也没开口求过我啊。原来不开口求你，就是我活该被忽视的理由。其实我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很和谐很幸福的原生家庭的，我原本可以有一个替我遮风挡雨的可靠大哥，有一个会拉着我撒娇互相扶持的小妹，可惜被你们亲手毁了，从今往后再也没有。我们走。是，苏总。父亲冥诞过后的那个深秋，我收到了大哥字迹斑驳的道歉信，也接汤了小妹带着哭涩的认错电话。我没有撕毁那封信，
也没有说没关系，我只是将它们轻轻折叠，连同那个曾经苦苦渴求被爱的苏婉一起留在了昨日的泥泞里。我看着窗外的云海，忽然觉得释然，那些沉甸甸的羁绊就留在故土吧，我该去看看属于我的远方了。